做自由的模型天 C 狗为您分享。Hello，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这一期的魔玩分享。本期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愤怒之鸟厂家翻模的 MR 命运高达加部分光翼配件包。本款模型的定价在138元，根据他们微博自己说的是优化了可动，优化了分色，那么做到了吗？很明显，我这么阴阳怪气呢，必然是有问题。本期视频我是带着火做的，不过输出的部分就留到最后。本期视频仅针对我手中这一款模型做出我的评价，有不同意见的或者是有其他问题，欢迎补充，帮助更多玩家少走弯路。但如果有想乱喷的，那我只好把你当做水军加傻逼。所以我希望各位和平交流，大过年的别伤和气，爆粗口的我一个就够了。OK， 叠甲完成，开始正片。本款模型依旧是分为了2个盒子，包括主体和光翼。首先来看一下光翼，东西其实很少，里边就2片光翼，一张纸，一点螺丝，一个支架，并且是没有涂装的。不过光翼整体的透明件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通透。打开盒子就是主要的板件部分，算上地台，本款模型一共是20块板件。内容物还包括了一本全彩说明书，这个要给好评。另外水贴部分是给了一大张，包括普通命运和剧场版 SP2 样式的水贴，补色贴纸1份，一包合金件，一包螺丝。整体的板件锐度还是非常的到位，零件棱角的处理会很锐利，透明件质感真的是非常棒，通透度很亮，这个确实是最近看到最好的透明件。泡沫件也有提供，主要都是在关节部分，其他的板件就是常规水准了，塑胶飞边也有，但是不多，部分零件也是做了隐藏水口，不过板件整体差不多也就是这个质量了。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东西。本款模型的内容物主要是翻模了万代 MR 命运以及光翼配件包，包括主体、支架、武器、各种光束特效件。本款模型是提供了2种样式的天线，并且水贴也是给了2个样式，可以还原基础命运和剧场版 SP2 命运。不过 SP2 配色对比万代还是有些区别，虽然宣传的时候说着什么可动什么分色，但是最后还是给了一张补色贴纸，分别是眼睛、监视器、斩剑刀光束炮的红色以及盾牌的黄色，补色量和新生 HD 基本上是一致的。而目前的拼装命运模型包括 HD、TB、MG、大班命运，还有这个翻模的命运。对比这几个，貌似也就只有大班是针对炮的三角形做了分件，就这你也好意思称之为极致的分件分色？而且单论分件，整个分件思路和新生 HD 几乎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这个翻模的 MR 有一个成品骨架，部分分件卡损有区别，其他的我对比了一下，也就是回旋镖的尾端灰色和膝盖对比 HD 是多了个分色，其他的部分也是大差不差。说这玩意儿是换个造型的 HG 也不为过。什么？你说我尬黑？你拼一个不就知道了吗？然后再来说说阉割的配件。首先主体部分阉割这个造影手，老实讲这个造影手摆动作还是很有用的，阉割了蓄力掌心炮特效件，并且你看这个造影手是 MR 命运的吗？方指改成了圆指，而且这他妈不是 HG 的造型手吗？不是，你到底是想翻模 HG 还是想翻模 MR 啊？针对光翼配件包的部分也是缺了2个回旋镖特效件，透视斩剑刀和光束炮还缺了一个支架杆，并且根据说明书也能看出来，光翼和这个支架杆原计划是单独发售的。可以，是我没想到的，即便是在 KO 翻模里边，就这个状态也可以说是相当膈应人了。那么 OK， 这还没完，接下来就是主体部分，还是有很多问题。首先来看头部，这一款命运头部翻模的还行，面相比较正，不过我没有使用贴纸，直接补色处理。其实对比 MR 这个眼睛部分，貌似要小上一圈，看着并没有原版那么明显。泪痕的分件飞边会比较多，需要再处理一下，并且分色缺的也会比较多，需要玩家后续自己补一下色。头部组合以后，这里会有一点缝隙，脖子部分也是常规设计，不过还是会受到衣领的干涉，活动有一点限制，并且天线安插的会比较松，需要加固。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胸部，当前呈现的就是胸部的骨架部分，这里有2个问题。首先就是拼装完成以后，上方这个滑槽零件固定不住，在这里乱晃，安装外甲以后也会乱晃，可以直接加固解决。在弯腰和侧摆的关节部分都是采用了螺丝固定，这个部分也是泡沫件，所以螺丝我实在是不敢拧太紧，生怕那零件撑裂开。弯腰关节其实还好一些，但是这个侧摆活动的时候，螺丝会跟着一起动，就导致活动一会儿就得重新把螺丝拧回去，很烦。同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H212这个零件两侧的卡损需要修掉，不然这个腰部是没有侧摆的，等于厂家阉割了万代原本有的腰部侧摆。如果没处理胸部这个零件，把玩的时候上半身是这个状态的。得益于本款模型的零件棱角处理还不错，加上 MRC 的系列特有的拉长腰部，至少造型没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分色处理，衣领这里完全是做错了，哪怕给个金属成银色也行啊。那么整个腰部的可动，首先来看一下弯腰，主要是使用腰部那个关节和胯部的柱形卡榫，整体的活动幅度会比较大，不过后面的穿帮就会比较严重。同时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弯腰的时候，胸部装甲和腰部红色零件正好会被顶出来，需要粘一下限制可动。侧摆活动也简单的展示一下，避免我活动多了还得拆开所有外甲再进行加固。但是我仅仅是活动了一下，这个螺丝就又拧出来了，真的是很烦呐。胯部和胸部也是常规的球形关节，但是比较松，尤其是安装背包以后，这个腰部球形关节就根本不够用了。可是背包还没有铁，这个部分还是泡沫加合金件，最起码刚拼完的紧实度都没有保障。然后来到手臂部分，肩甲就是常规的左右合，没有什么特殊的。肩甲侧面挂载的光束回旋镖可以拆除下来握持使用。针对回旋镖，斑光帮型是给了2种样式调小件，透明件的质量会很棒，效果很不错。另外，回旋镖安插稳定性比较一般，把玩是容易掉的。我手中这个手臂和胸部连接真的是非常松，甚至可以轻松的大风车。握持步枪还好一点，但是晃2下也会掉，而握持斩剑刀就直接报废了，完犊子一个。胸部的引出关节紧实度没有问题，这个部分还好一点。肩甲也有单独可动设计，整个手臂的平台也只能达到当前的水准。引出关节还有一段轻微抬起，但是很紧，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上臂的平转偏紧，手肘活动相对来说会松一些。在小臂部分，对比万代 MR 是多了一个平转关节，和 HG 一样，内部是柱形卡榫。不过手臂蓝色装甲会有遮挡，这个部分可以为拉出一点再进行活动。手臂的蓝色装甲为固定结构，不具备可动。然后就是藏人手，握持手型真的是一坨屎，怎么能翻模成这个样子？到底是怎么糊弄的？而且这里也是阉割了 MR 手背甲的单独可动设计，藏人手都变成了 HG 同款。掌心炮前面有提到翻模是 HG 的，中间的炮口可以安插掌心炮调小件，透明件材质比较硬比较脆，而且卡榫还有点短，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了。另外还有2对握持手型共用一个手背甲，需要拆除替换。光束盾牌也是给了2个，需要拆除手背甲的黄色零件替换安插。另外实体盾牌的造型会有比较厚，拉伸结构也有，直接插在手臂上就可以挂载。前肩甲根部是2个球形关节连接，可动还可以，就是没有内衬，并且球形关节卡的不是特别紧实。对比万代 MR 命运，在这个部分翻模的还多了一点细节，并且尺寸还拉长了一点。侧面甲也是2个球形关节连接，中间有一个连接件，可动范围会更大一些。在把玩的时候需要注意根部这个球关节安插的并不是特别紧，比较松。后肩甲是连轴可动，也可以裁开单独进行活动，不过活动到顶的时候会和裆部合金件产生干涉，把裆部中间的零件给它顶出来。胯部阉割了错位关节，只剩下单独的柱形卡榫。将全甲调整好以后，大腿根部的可动表现就是当前的状态，个人感觉也算够用，不过手感真松。大腿根部平转比较紧实，没有问题。屈膝活动接近180度，上段关节会稍微松一些，而下段关节会有一个卡位，相对来说紧实度能好一些。小腿后方推进器能够展开，脚腕是球形关节连接，可动限制会比较大。万代把脚部侧摆的设计是放在了前脚掌，而翻模的这一款把前脚掌的旋转可动给阉割了，改成和 HG 一样的结构。单论主体来说，也就手臂平转改的还可以，其他部分都阉割了。就这你也好意思说是在原来的基础上优化可动，让把玩更好？脸呢？然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款命运的背包，老实讲没有什么好说的，玩法我估计各位都已经心知肚明了，什么翅膀展开还有武器的可动玩法，这些都是一样的，并且整个背包的分件设计和 HE 新生命运几乎是完全一样，最多也就是在造型上会有点区别，倒也合理，本身也没有什么特殊分件。对比万代背包还阉割了一个支架接口，拆除推进器喷口就可以露出支架接口，个人感觉这个设计撑不住背包的时候使用是最好的，可惜翻模成了一体的零件，直接阉割了。不过这个背包和主体连接会比较松，能感觉到是有一个卡位，但是没啥用。之前看爱爸的动态里，这个背包根部金属成银色零件容易断，应该是这个部分容易断。看了一下，内部也有加强筋，不过还有半个中心卡榫裸露在外，并且这个部分也挺紧。我手中这个相对来说还好一点，不过既然存在这样的问题，建议各位拼装的时候多加注意。斩剑刀和炮的展开是正常的，并且都有卡位固定，不过这个卡位卡的效果比较一般，外形也有做类似透视的效果，头的部分做的会比较大，但它自主状态和 HG 没两样，需要后续补色。炮的握把会多一个滑槽用来调整位置，
最后的武器配置还有一把光束步枪和剧场版的实弹步枪，基础的可动也就是握把和准镜部分，光束步枪的准镜和枪头还是金属成银色，同时这两把枪都可以挂载在裆部后方的卡榫上。最后的配件就是光翼，尺寸很大，不过纯粹的就是两个透明的塑料片，至少效果还行。安插翅膀的过程会比较紧，并且翅膀张开的角度要大一些，把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本身光翼比较薄很轻，翅膀根部的把持力度是完全够用的，并且为了防止把持力度不够，还给了根部的支撑件。同时这个时候再看腰部侧摆关节，有朋友质疑大翅膀腰部撑不住很合理，不能把这个限位消除，那万代怎么没有限位呢？而且腰部在螺丝正常的情况下加光翼背包完全没有问题，这仅仅是一款接近1:144的模型，本身没那么沉，背包没有铁，很轻，这要是都撑不住才不合理。最后的配件就是支架地台，支架给的是光翼配件包里边的支架，实用性会更好，就是没有提供替代水贴，除此以外还有一个辅助支架可以作为辅助支撑。到此为止，这一款模型所有的东西我们就都介绍完成了。先来说本款模型的优点，零件棱角和锐度处理确实很棒，那种棱角分明的状态在速度完成以后的效果确实很舒服。组合度整体我并没有遇到太多的问题，可能这就是没有预涂装的好处，但是很多分色都需要玩家自己再处理一下。然后再来说说缺点和我真的是很想骂出来的话，你这一款模型的素质表现和你当初宣传的优化可动优化分寸有一丁点关系吗？你这玩意儿和新生 HG 命运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外观造型，除此之外，无论是分件处理还有配件提供，和 HG 不一样吗？配件包阉割、可动阉割，关节都是按照 HG 去做的，你这也叫优化可动？比如胯部引出关节和脚掌平转，可能真的没有啥大用，但是在部分角度的动作还是需要的，这你也要阉割？我对于原创模型和这种翻模产品的态度是有区别的。比如之前做铁创星河和天启的时候，虽然整体有部分是抄袭的，并且素质表现也有待提升，不过有设计亮眼的部分我还是看得见的，值得提一下。但是你翻模有个屁的亮点，东西是人家的，抄作业都抄不明白，美其名曰优化，然后还抄丢了几个东西，甚至原本光翼这两个塑料片还要拿出来当配件包卖，你真把自己当正版了，你有个毛的自主设计。最后就拿我手中这一款模型来说，关节一坨，把玩真的很糟心。什么？你说拼装模型不能追求可动？说出这种话的人，你为什么买拼装模型？你不如直接买不可动的雕像和手办不好吗？我可以不奢求可动有多好，最起码你关节得稳定吧？啊？我不否认有些朋友喜欢 MR 造型，我也喜欢，我也没钱买 MR， 有个翻模的对我来说买回来玩玩正好，这思路没毛病，没有说钱多钱少就不能玩模型的，量力而行很棒。但是我作为评测博主，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我还是要提出来，如果你能接受这一些问题，我能修 OK 没毛病，遵循自己的选择，不被他人左右，那就是最好的。但如果不想费这劲，牺牲 HG 未尝不是更好的选择。再有就是翻模的成本本身就很低，虽然有时候我不想这么说，但是性价比国模就摆在这儿，纯原创的合金拼装都要比这个便宜很多，翻模多个鸡巴，不就仗着自己做的是高达吗？而且存在品控不一的问题，而且我承认存在品控不一的问题，我说的基本上都是针对我手中这一款模型进行评测，剩下的选择权交给你们。本期的 C 哥模型分享到这里就已经全部结束，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不见不散，拜拜。